为供夫君念书，我偷偷在鬼市卖蛊虫。今日来了个奇怪的客人，他要买让女人不孕的蛊。虽然他蒙着脸，我却一眼就认出，这人正是我的夫君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可有让女子不孕的蛊？眼前的男子戴着个钟馗面具，嗓音刻意压得很低，不能伤到女子身体，只需让她不孕就行。他半蹲在我摊位前，脊背挺得很直，一看就气度不凡。我茫然地眨了眨眼。虽然男子穿着一袭黑色斗篷，又戴了面具，但是我仍旧一眼就认出，这人正是我的夫君谢世安。他不是应该在学堂念书吗？为什么会在这鬼市？见我不说话，谢世安有些失望。没有吗？他们说鬼市之中，就属你的蛊虫最为厉害。我按捺住心中的重重疑惑，朝他点头。有的。你是要让那女子终身不孕，还是几年不孕？谢世安一愣，踌躇了一会，才低声道：终身不孕，但是切记不可伤她身体。他买这种阴毒的蛊虫做什么？难道是帮朋友买？我们夫妻2年，素来交心。这是第一次，我发现自己对谢世安好像并不了解。可有那女子的生辰八字？谢世安顿住，仰起头探究地盯着我。我用了易容蛊，倒是不怕他认出。下蛊为何还需要生辰八字？养蛊是我们苗疆秘法，代代相传。谢世安作为土生土长的长安人，自然不会明白里头的弯弯绕绕，所以我毫无顾忌地信口胡诌。医蛊不分家，我这里让女子不孕的蛊虫，有刚养好的，也有养了多年的。养了多年的蛊虫，药性十分霸道。我需要知道那女子的身体情况，才能对症下蛊。倘若那女子体虚多病，蛊虫下重了，必然要伤到她身体。谢世安被说服了，急切地打断我：万万不可伤她身体。她生于甲辰年乙亥月癸未日，今年刚18岁，身体素来很好，算得上强健。甲辰年乙亥月癸未日是我的生辰。谢世安这蛊虫竟然是要买来对付我的。汉人最重传承，讲究3纲5常，不孝有3，无后为大。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孩子，甚至连住的房子都要被宗族收回。而且我们欢愉时，她也常常将手放在我肚子上，满眼憧憬。云溪，我们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。如果是儿子，我就带他好好念书；如果是女儿，希望她可以像你一样聪明灵秀。这些话好似还在耳边回响，让我怀疑自己应该是认错人了。直到面前伸出一只银白如玉的手掌，上头放着一个天青色的荷包。那荷包是我送给谢世安的，上头绣着2丛他最喜欢的香妃竹。这些银子够了没有？荷包中抖落出2锭银元宝，成色上好，还雕了如意纹。这样的元宝要50两一锭。谢世安平日里穷得叮当响，哪来的100两银子？他在白鹿书院念书，1年的书修要20两银子，加上笔墨纸砚、4季衣裳，加起来便是近40两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我在家里种菜、养鸡养鸭，甚至还打算去买头小猪仔。谢世安看我辛苦，便经常带些书册回来抄写。可是抄书1年又能赚多少钱？无奈之下，我才偷偷来到鬼市卖蛊虫。汉人对蛊女十分忌讳，是同妖孽。如果被人知道我蛊女的身份，恐怕谢世安连科举都没法参加。我对着银子发愣，谢世安以为我嫌银钱少，又丢给我一个荷包。200两还不够吗？200两银子是我们夫妻俩整整5、6年的开销。我木着脸从谢世安手中接过银锭，递给他一只巴掌大的竹编箩筐。这是寒蚕蛊，你将它放在家里最阴凉处，每晚子时它都会下一颗卵，把那卵抛在水中让它喝下，连喝3天。寒蚕蛊下完3天卵后会自然死亡，到时候你将它烧了就行。寒蚕蛊药性霸道，女子服用完，这辈子绝无可能再有子嗣，你好好考虑清楚，别到时候又来找我解蛊。寒蚕蛊无解。谢世安紧紧握住箩筐，因为太过用力，手背上凸起蜿蜒的青筋。以往我总觉得他有双非常漂亮的手，骨节分明，手指修长。可我眼下盯着他的手背，
竟觉得那些青色经脉好似一条条毒蛇，随时都能扑起来咬我一口。谢世安丢下银子，将箩筐抱在怀中，疾步离去。起身时还不忘小心整理身上的斗篷和面具，生怕被人认出。我坐在凳子上，仰头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第一次产生不想回家的念头。我害怕在家里见到那只箩筐。鬼市在每日的子时开放，卯时闭市。我拎着一筐青菜朝家走去，远远的就看到了半开的门。谢世安穿着见洗的发白的竹青色长袍，正握着扫帚在院子里扫地。见到我，他直起身子，眉眼间都是笑意，像初春3月刚刚盛放的桃花。娘子，你回来了？怎么一大早就去菜地？现在天冷，早上露水重，小心着凉。他3两步走过来迎接我，一手拎过菜篮，一手紧紧包住我的手掌。手这么冷，冻坏了吧？快进屋暖暖，我煮了你最喜欢吃的吊梨汤。我怔怔地望着他，这才是我熟悉的谢世安，我的夫君。我们蛊女在年满16以后，就要外出游历寻找蛊虫。那一年，我在川西遇见了游学的谢世安，他和几个同窗去登山，结果遇上了意外。我救了谢世安后，他便像个跟屁虫一样，日日跟在我身后。我去哪，他就到哪。再后来，我们以天为媒，以地为证，在一处土地庙里拜了堂。蛊女成婚不像汉人那般讲究，我们看上谁，喜欢谁，就可以同谁成婚，不需要3媒6聘，也不需要8抬大轿，只要一颗真心即可。谢世安说他无父无母，由宗亲抚养长大。我跟着他来到长安，住在城外不远处的一个村子里。谢世安说，等他中了举人，就带着我一起回宗族认亲。算一算日子，再有7日，他就要下场考试。想什么呢？谢世安宠溺地刮了下我鼻子，眼中是浓得化不开的柔情。是不是累着了？他殷切地牵着我进屋，将我按在椅子上坐下后，端过一个白瓷碗，梨肉白嫩，散发着一股梨子特有的清香，此外还夹杂着一股微不可闻的腥味，那是寒蚕蛊的味道。云溪，快趁热喝。这是我特意问隔壁陈大娘学的，也不知道味道好不好。在谢世安期待又紧张的眼神中，我端起碗猛喝了一大口，好喝，又香又甜。谢世安眼神复杂地盯着剩下的半碗汤，突然伸手夺过。是不是有些冷了？我去热一热，再给你喝。他端着碗快步朝灶房走去，高大的背影竟透出几分狼狈。谢世安在书院上学，每旬有2日的假，可这次他在家里待了3天。我也喝了3日的吊梨汤。临走前，谢世安摸着我的脸，轻叹了口气。云溪，我要去考试了，你乖乖在家，等着我的好消息。等我中了举人，你就是举人娘子了。我乖巧的点头，倚在院门口看他1步3回头离去。这3日，我没有一个晚上睡着过。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谢世安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。直到半月后，家门口来了一辆奢华雅致的马车，有个衣着华贵、相貌俏丽的姑娘扶着丫鬟的手，冷冰冰地打量着我。你就是我夫君的外室，江云溪。我茫然地看着她。你夫君是谁？女子嗤笑一声，甩开丫鬟的手，捏住我下巴。装什么呢？我夫君是谢府3公子，谢世安。打扮贵气的女人叫叶婉清，户部侍郎之女。他口中说的谢世安，乃谢后爷第3子。2人都是豪门权贵，天之骄子，十分般配。他发髻上簪着一颗龙眼大的东珠，晃得我眼睛酸涩，心口止不住的疼。叶婉清身边站了个身量娇小的丫鬟，穿着条绯色16裙，手腕上戴了镶红宝石的金镯子。她嫌恶的眼神从我头顶扫到脚底，最后顿在我的银镯子上。扑哧！小丫鬟捂着帕子，笑得十分开怀。夫人，我就说您多心了吧。他什么身份？泥腿子一个，您竟还亲自来接，这件人福薄，恐怕承受不起呢。谁不知道咱们3爷出手最是阔绰，他手上那镯子，扫地的婆子都看不上眼的玩意儿。您呀，就放宽了心吧。接进府里，就当养了条狗，闷了逗个乐子，嫌烦了打发到一边就成。
小丫鬟薄薄的嘴唇上下翻飞，声音清脆又响亮。叶晚清凌厉的眼神逐渐柔和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。她拍了拍小丫鬟的手：“你这丫头，眼睛倒是亮。罢了，夫君还在家里等着呢，街上人赶紧走吧。”听到这话，两个膀大腰圆的婆子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抓住我的手臂，连拉带扯把我往后一辆马车上拖。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！这婆子好大的力气，一双手和钳子一样，我不管怎么挣扎，都挣不开他们。见我不肯走，叶晚清沉下脸：“行了，夫君不在跟前，收起你欲拒还迎这一套。一个农户女，竟然敢在我面前拿桥，今日也是我倒霉。早上去山中采药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回家刚沐浴完，叶晚清他们就来了。我平常出门，身上最少带着10几种蛊虫，可现在除了本命蛊外，只带了2、3只小蛊。要是碰上危险，恐怕连自保能力都没有。我虽然念书不多，但是也常常听人家说，一入侯门深似海。我绝不能就这么贸然进府。来人啊，有人抢民女！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快放开我！我和谢世安住在村尾的山脚下，以前我特别喜欢这处院子，觉得这儿环境清幽，远离村民，方便我养蛊。可现在我却有些后悔，扯着嗓子喊了半天，竟是一个村民都没瞧见。小丫鬟见我高声叫嚷，撸起袖子跑上前，抽了我重重一耳光。你们俩都是死人啊，还不给我堵上他的嘴！那两婆子被骂了一顿，下手更重了。一个掏出条臭手绢塞住我的嘴，另外一人直接拿出绳子捆住了我的手。两人像抗货物一样把我抗进马车，随即重重将我丢在车板上。我的头磕在车厢一角，疼得我眼前发黑，半天没缓过神来。车轮滚滚向前驶去，我闭着眼睛缩在角落，一动不动装晕。赵妈妈，咱下手是不是太重了？其中一个婆子用脚踢了踢我，见我还是不动，有些惊慌。这可是三爷头一个妾室，万一出了什么事。赵妈妈嗤笑一声，言语间十分不屑：“刘妈妈，你胆子也太小了。三爷要是将她放在心上，怎么会把她养在农家，连个丫鬟都不给她顾？你瞧她身上穿的这粗布衣裳，咱们府里混得最差的下人都比她穿得好。还有……”赵妈妈的声音刻意压低。我听老太太身边的人说：“嗨，这外室呀，曾经伤过身子，不能孕育子嗣。不然就老太太这么重规矩的人，怎么可能同意让三爷接一个外室进门？”刘妈妈惊呼一声：“什么不能孕育子嗣？”赵妈妈用力点头：“三爷说了，绝不让那外室女影响三夫人的地位，府中更加不会有什么庶长子长女出现，乱了纲常。再加上这次三爷考中举人，老太太心里高兴，这才允了三爷的请求，同意外室进府。”刘妈妈顿时松了口气，声音都带着几分笑意：“哎呀，赵妈妈不愧是三夫人的陪房，知道的事情就是比我们多。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妾室，这辈子还能有什么依靠？年轻时还能靠美色勾搭一下爷们，等年纪大了，活得比丫鬟还不如呢。”赵妈妈得意起来：“可不是嘛，我们三夫人就是太贤惠了，非要亲自过来接这外室。”两人的话题逐渐从我身上转到谢世安和叶晚清身上，他们口中那个温柔多情、体贴入微的男人，好像是我夫君，又好像不是。谢世安和叶晚清原来成婚已经4年，婚后第3年，叶晚清小产，落下个5个月大的男婴。谢世安十分心痛，不愿在府中待着，这才外出游学。我躺在马车上，不知道是不是身上绳子捆得太紧，只觉得全身发麻，整个身体似乎掉进了冰窟里，寒意一阵一阵上涌。也许是他们弄错了，他们嘴里的谢世安不是我的夫君。我夫君谢世安是个穷书生，他对我一见钟情，非我不娶。他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家公子，他会帮我喂鸡喂鸭，会抄书补贴家用，还会亲自下厨替我煮一碗清甜的梨汤。他说等考中举人就带我去见宗亲。考中举人？是了，谢世安考中了。哗啦，脸上被泼了一杯茶水，我猛然睁开眼，对上一双阴翳苍老的眼睛，
进了谢府，就给我好好守谢府的规矩。要是等下敢胡乱说话，冲撞主子们，小心我揭了你的皮。下了马车，刘妈妈又招来一顶青色的小轿子。谢府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大，我在轿子里不知道坐了多久，穿过一道又一道门，被颠得都快吐了，才来到一处种满了玉兰花的院子。院子里早已候着几个丫鬟婆子，等我一到，一堆人蜂拥而上，将我推进了屋里。换衣上妆，涂脂抹粉，我看着铜镜中被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，陌生到几乎要认不出这人是自己。等我被打扮好后，丫鬟们鱼贯而出。没多久，雕花木门被推开，熟悉的声音探门而入。谢石安穿着华丽的锦袍，头顶戴着玉冠，气质金贵，是我不曾见过的模样。云溪，多日不见，可有想我？我觉得谢石安还不如死了，起码可以死在我以为他爱我的时候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顶着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出现在我眼前。以谢家三公子叶晚清夫君的身份站在我眼前。谢石安走上前，伸手从我头顶拔下一只金步摇。这些东西太俗气了，你还是不施粉黛最好看，清丽无双。云溪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，你能明白我的心意吗？谢石安拉着我的手放在他胸口位置，温热的触感从掌心传来，哪怕隔着衣衫，我也能感觉到他心脏强有力的跳动。云溪，我们总算是能长长久久在一起了。云溪，我真开心。我抽回手后退一步，扬起脖子，冷冷地盯着谢石安。谢石安，我不做妾的。谢石安一怔，随即叹了口气。云溪，别贪心。叶晚清爹是户部侍郎，他娘亲更是安北侯之女，你和他身份悬殊过大，能让你进府，他已经做了让步。你放心，虽然你现在只是一个通房，可我母亲已经答应我，等我中了进士，就让你做良妾。我听人说起过，大户人家的妾分很多种，平妻、贵妾、良妾、通房。良妾是上了碟谱的，就算当家主母，也不能随意打杀发卖。通房是最低等的，说起来是主子，其实还不如有脸面的丫鬟婆子风光。谢石安，凭什么让我做妾？就凭我喜欢他吗？我冰冷的眼神刺痛了谢石安，他拉住我的手，几乎是有些急切的开口。云溪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受气的。这院子是我特意为你安排的，离主院很远。你要是不喜欢那些丫鬟婆子，我让他们都走。咱们还像以前一样养鸡养鸭，开辟一块菜园。云溪，你不知道，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。这是我第一次听谢石安说那么多话。他说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叶晚清，娶她只是在替谢府尽责，替父母尽孝，没有半分是为自己。他说我是他生命中最绚烂的那道光。他还说自己喜欢念书，但是不喜欢科举，也不想去朝堂当官。他最羡慕的就是农家小院里的平凡夫妻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将生活过成一首清新隽永的田园诗。叶晚清是他被逼无奈的现实生活，我才是他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。读书人可真厉害啊，难怪大家都说读书人的嘴比刀剑还要厉害，不但能杀人，还能诛心。不知道叶晚清听到这话有何感想？谢石安，你当真要让我住在这里？谢石安眼眸倏然发亮，嘴角止不住的上扬。云溪，你原谅我了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好好待你的。我们古女爱憎分明，爱欲其生，恨欲其死，而我们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欺骗与背叛。谢石安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谢石安将我拥在怀中，满足地喟叹一声。云溪，有了你，我别无所求。我的手抵靠在他胸口。那你愿意把你的心给我吗？蛊虫之中有一种蛊叫是心蛊，那蛊虫形如丝线，能顺着人的皮肤爬进体内，直达心脏，然后在人心口处筑巢产卵，以人心脏血肉为食。随着蛊虫逐渐长大，中蛊之人每日都要承受是心啃蛊之痛，直到心脏被蛊虫啃食干净。谢石安闷声发笑，胸腔微微震动。傻姑娘，我这颗心
早就给了你。他今日特意熏了香，一股淡雅清冷的味道充斥在我鼻腔，像冬日里的雪山，又似清晨的松柏。谢石安虽然是读书人，却学过几年武功，身材瘦削中又带着几分健硕。真可惜啊，这张脸，这身体都是我最喜欢的模样。我放下手环住他的腰，将自己的脑袋埋在他胸口。谢石安，怎么办呢？有点舍不得让你这么快就死。三爷，三夫人出事了。叶晚清身边那个小丫鬟急匆匆跑进来，带进一股子冷风。看我们抱在一处，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不敢抬头。三爷，三夫人的头疾又发作了。谢石安松开我，眉头紧皱。翡翠，你如今是越发没规矩了。原来她叫翡翠啊，长得不赖。打人巴掌也很疼。三爷，夫人都疼晕过去了，您快去瞧瞧吧。谢石安为难地看着我，良久才伸出手轻柔地抚摸着我的脸。乖乖在屋里等我，我去就回。翡翠紧跟在谢石安身后，临出门时回头对着我挑衅一笑。外头风很大，我掩上门半依在贵妃椅上，这才有空仔细打量这间屋子。当真是富丽堂皇，比我那农家小院好了100倍。只是有些太大了，空旷又孤寂。我抚上胸口，觉得这里和屋子一样空荡荡的。男人为什么总爱骗人呢？姨娘，我给您送饭来了。我的难过并没有持续太久，一个长着狐狸眼的丫鬟拎着食盒推门而入。小丫鬟叫豆蔻，她说自己以后就是我的贴身丫鬟了。豆蔻一边往桌上放碟子，一边不着痕迹打量我。一碟咸菜，一碗小米粥，此外还有一个黄褐色的窝头，那窝头上甚至还留着一排浅浅的牙印，也不知道是从谁嘴边夺下来的。见我盯着咸菜不说话，豆蔻笑眯眯地对我解释：三夫人心善，怕您一下子吃大鱼大肉，肠胃经受不住呢。她特意安排了粗茶淡饭，让您适应几天，免得水土不服。三夫人可真是菩萨心肠，再也没有比她更好的人了。对了，听说三夫人头疾复发，三爷急得不得了，正在主院亲自喂她汤药呢。这谢府的丫鬟口齿都是一样的伶俐，只是我安静惯了，不喜欢院子里太过吵闹。见我垂着眉眼不说话，豆蔻有些不甘心。姨娘，按照规矩，明早您得去向三夫人敬茶呢。您这泥腿子出身，自然是不懂规矩的。您放心，今晚我会好好教你。什么时候学会敬茶了，咱们什么时候睡觉。豆蔻在边上坐了1刻钟后，起身把桌上的饭菜都给收了，然后出外喊了一嗓子，立刻有2个虎背熊腰的健硕婆子进门，一个手上拿着鞭子，另一个捧着个木头盒子，盒子里是一排闪烁着白光的银针。姨娘，开始吧。豆蔻有些兴奋，2个婆子也跃跃欲试。我摸了摸身上仅有的2只蛊虫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算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这一夜我被豆蔻几人折腾得够呛，要顶着1碗水练习走路下跪，但凡我不肯配合，老太婆就要拿针戳我手指。我憋着气硬挺着和他们熬了一宿，直到2个老太婆身体吃不消，站在那忍不住要打瞌睡。豆蔻一手托腮，坐在椅子上频频点头，因为太困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。见我脸色不好，豆蔻这才摆了摆手。行了，学得差不多了，姨娘赶紧去睡觉吧，记得卯时起床去向三太太请安。我趴在床上，又累又饿，身上一阵阵酸痛，一双腿简直不像是自己的，几乎是刚闭上眼睛，天就亮了。豆蔻捧着一套浅粉色的裙子站在一旁，她循着我的视线在裙子上扫了几眼，抿着唇笑了。按规矩，今日是姨娘进府第1天，得去拜见夫人。姨娘不知道吧，小妾是不能穿正红的。您是通房，这地位比妾更低，所以啊，您的裙子只能稍稍带一点红。大宅院里可真没意思，每个人说话都阴阳怪气的，脸上笑着，心中却恨不得扑上来咬你一口。难怪谢石安不愿意在府中常待，谁喜欢每天一睁眼就面对无数张面具呢？不过他不喜欢，为什么要把我也拉到这个地方来？豆蔻帮我梳头的动作实在算不得温柔。
梳完头，他又在我脸上胡乱抹了几把胭脂，原本白皙的皮肤上糊着一层厚厚的铅粉，感觉一说话就能带着粉往下掉。嘴唇被涂得猩红，看起来像个吃人的妖怪。我看着镜子中浓妆艳抹的自己，还挺像青楼中迎来送往的老鸨。豆蔻满意的点点头，一边打哈欠一边扶住我手臂。姨娘，快点，可不敢让三爷三奶奶久等。此时天刚蒙蒙亮，豆蔻给我准备的衣裙十分单薄。我站在主院的廊下，被风一吹，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，真冷啊！天光越来越亮，屋里总算有了响动。翡翠掀开门帘看到我，吃了一惊，随即朝豆蔻点了点手指。你个促狭丫头！豆蔻调皮地朝他眨眼。好姐姐，我可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办事情。门帘掀开，屋内的暖气熏得我半眯起眼。我还没回过神，就被豆蔻推进了屋，膝盖上被人顶了一下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跪在地上。江云熙和谢世安正一左一右坐在榻上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寻常的恩爱夫妻。看清我的脸后，谢世安一愣，随即有些不悦，怎么画成这副模样？豆蔻行了个礼，抢着回答，姨娘许是没见过这么多珠宝首饰，看到什么都喜欢，还有那些胭脂水粉，姨娘恨不得都往脸上抹，我实在是没拦住。谢世安瞬间黑了脸，江云熙拉住他的手，朝他嗔了一眼，夫君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定是你之前亏待了妹妹，才会让她失了分寸。谢世安打量了我一会，嫌弃的别过头，行了，别跪着，赶紧敬茶吧。我仰起头盯着他，昨天被他们拉着跪了一宿，现在手脚发麻，抬不起来。豆蔻，你就是这么伺候你主子的？叶晚清柳眉倒竖，刚要骂人，就被谢世安拦住了。晚清，你调教的人，我信得过。他既然进了府，自然该守府中的规矩。叶晚清笑了，眉眼舒展，一副心情很好的模样。夫君，多谢你体谅我。两人握着手对视，好似眼中只看得到彼此。我有些不懂谢世安了，他费那么大劲安排我进府，就为了让我看着他们夫妻恩爱，琴瑟和鸣。因为我不肯敬茶，谢世安罚我闭门思过3日。我昨晚就没吃东西，到了晚上，实在是饿得受不住。之前就知道谢府不好进，着实没想到还能饿肚子。正当我准备偷溜出去找东西吃时，谢世安来了。他一进门就心疼地抱住我，云溪，你受苦了。都说女人善变，我怎么觉得男人变得更快？谢世安掏出帕子，仔细地将我脸上的脂粉擦干净，顺眼多了。你还是这样最好看。我知道你不爱那些金银俗物，早上画成那样，是不是为了气我？你呀你，晚清毕竟是正妻，你该给她应有的脸面和尊重，就当是为了我，好不好？回应他的是我肚子发出的一连串咕咕声。当听到我没吃饭时，谢世安眼神冷了下来。云溪，你这是用绝食来拿捏我？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一片苦心？只有在晚清面前给足他面子，他才不会为难你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为什么不能理解呢？眼前的谢世安可真是陌生，陌生到让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场梦。曾经那个温柔爱笑，每天都变着法子哄我开心的男人，仿佛是我幻想出来的。乖，好好吃饭。还有，把这些金银俗物都收起来吧，别再打扮成那样了，我不喜欢。谢世安让我好好吃饭，但是他没给我带饭。他安抚了我一通，又要求我3天后再次去给叶晚清敬茶。他说希望我能为他受点委屈。他还说叶晚清毕竟是大家闺秀，出生名门，绝不会真的苛待我，最多只是发一点小脾气。我看着眼前的男人，突然就觉得是心骨好像差了一点。谢世安走之前，我拉住他的衣袖，明日我能不能回家一趟？我之前给你做了一个荷包，我想绣完它，等从家里回来，我肯定好好向三夫人敬茶。这对谢世安来说，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他非常爽快就答应了。谢世安走的时候，心情大好，豆蔻的心情却不是很好。他捏着帕子，目光阴郁，姨娘还真是好本事。都进了族，
竟还能引得三爷过来看你。都说姨娘是泥腿子出生，我觉得姨娘更像是那勾栏院里出来的。这狗男人的本事，连姚景都比不过你。我实在是太饿了，饿得没力气同他吵架。豆蔻发泄了一通，见我没回应，沉着脸出了院子，看样子是去和叶晚清告状了。随他们吧，反正到了明日我就能回家了。送我回家的婆子就是上次押我回谢府的刘妈妈。她斜睨了我一眼，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：姨奶奶可别怪老奴多事情，这村子离咱们谢府可远着呢，你要是动作再慢些，府门可是要落锁的。我直接撸下手上的银镯子塞给她。这镯子虽然是银的，工艺却十分精巧，上头雕着一簇又一簇玉兰花，活灵活现，看着十分雅致。这镯子是谢世安送我的定情信物，他说我就像玉兰花一样清丽脱俗，不染尘埃。刘妈妈掂了掂银镯子的重量，眉眼间闪过喜色：姨奶奶您可抓紧点，她不是苗人，不懂古女送出的东西，绝不能乱接。我把能带的蛊虫都带在身上后，又起锅烧水，给自己煮了一碗鸡蛋面。等将面汤全都喝光后，才满意地拍了拍肚子，吃饱喝足，好办事。回到谢府后，豆蔻的态度很奇怪，没有像以往一样对着我翻白眼，也不再冷嘲热讽，而是时不时地看着我发呆，那眼神十分奇怪，3分幸灾乐祸，3分嫉恨，3分痛快，甚至还有1分同情。我被他看得汗毛竖起，浑身不自在。不过很快我就明白了他这么看我的原因，因为到了晚上，屋外传来了响动，一道身影摸黑翻窗而入，身上还有股迷香味。小美人，别躲呀！男人身材很是健壮，手臂上肌肉高高隆起，我被他按在床上，几乎没有还手之力。幸好身上藏了不少蛊虫，在他动手撕扯我衣服时，我趁着机会把红豆蛊下在了他手臂上。红豆蛊是我最新研制的一种蛊虫，它们如同红豆般大小，喜欢藏在人皮肤之下。红豆蛊爬行过的地方会留下粘液，那些粘液让人奇痒无比，恨不得揭下身上一层皮。男人看到我露出的尖头，眼眸大亮，正要弯下身啃咬，突然身体一僵，他嘶了一声，咬住嘴唇，额头上青筋暴起。直娘贼！骂完，男人跳起身，拼命挠着手臂。他之前已经迫不及待脱了衣裳，此刻光着上半身站在屋里，看起来像得了癫病。麦色的肌肤上很快被抓出一条条血痕。红豆蛊最是闲不住，喜欢在人全身游走，尤其是夜间，活动更加频繁，除非等它们准备产卵，才会停在某处一动不动。这时候皮肤下就会摸到一个小小的蛊包，痒，好痒。男人越抓越崩溃，不到片刻功夫，胸前和手臂上竟没一块好肉。姨奶奶，是您叫我吗？快来人啊！姨奶奶屋里藏了个男人。屋外早已埋伏着一堆丫鬟婆子，听到豆蔻的声音，众人一拥而上，有人忙着点蜡烛，有人飞奔出去喊人。哎呀，姨奶奶，您这么做怎么对得起三爷？谢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豆蔻忙着给我头上扣拾盆子，等话说完，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。丫鬟婆子们面面相觑，10几双眼睛盯着那个疯狂抓痒的男人，有些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刘妈妈走上前，突然扯着嗓子大喊：哎呀，这不是赶车的张三吗？之前姨奶奶就是张三接回府的，路上一直盯着张三瞧，没成想就几天时间，竟然和张三。要不说办事情还得年纪大的人靠谱呢。小丫鬟们早都看傻了眼，连豆蔻都站在一旁发愣。关键时刻，只有刘妈妈谨记自己的任务。只是她这番话，现在看来有些不合时宜，因为张三的模样看起来十分吓人，不像是来偷情，倒像是中了邪。他一边惨叫，一边用力挠着脸，恨不得在脸上挠下一块肉来。刘妈妈，救命啊！痒，好痒！刘妈妈一跺脚，扯住豆蔻的衣袖。怎么办？夫人和三爷马上就到了。豆蔻转了转眼珠，指挥另外2个婆子按住张三，给我打晕他。等谢世安黑着脸赶到时，
刘二已经被五花大绑扔在地上，我也被人按住，跪在刘二身边，地上还扔着我被撕破的衣裙，看着颇为暧昧。谢世安咬牙切齿瞪着我，半晌才颤着嗓音问豆蔻：“你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一五一十给我说清楚，一个字都不许隐瞒。”叶晚清担忧地拍着他的背：“夫君，可别气坏了身子。后宅女人的手段，当真是来来去去就那么几样，而男人却总是会被糊弄住，真是奇怪。这赶车的张三其貌不扬，五官平平，我为什么要和他偷情？谢世安平常看起来挺聪明的，不会连这都相信吧？”呜呜，豆蔻清了清嗓子，刚准备开口，却愕然地发现自己说不清话了。他的舌头迅速肿起，肿到连嘴巴都合不拢，乍一看像口中含了一大块粉色的肉。叶晚清嫌恶地皱起眉：“还不退到一边去，别在这恶心人。刘妈妈，你一直守在院外，你来说。”豆蔻惊慌失措，爬起身站到一边，满眼惊恐。他中了我的粉舌骨，舌头会越来越肿，肿到嘴里再也塞不下任何东西，连吞口水都费劲。中这蛊的人不痛不痒，但是却吃不下东西，当然也喝不进水，就像嘴巴被人堵住一般。刘妈妈好似意识到了什么，有些不安地瞥了我一眼。回夫人，奴婢进屋时看到这张三和姨娘滚在床上。呀！叶晚清吃惊地捂住嘴，随后一拍桌子站起身。张三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江姨娘图谋不轨！来人，给我拖下去打死！至于江姨娘，夫君，一切都是张三见色起意，江姨娘肯定是无辜的。谢世安没有说话，眼眸幽深，死死盯着地上那件被撕碎的白色中衣。我突然就理解叶晚清为什么用这一招陷害我了。不管谢世安信不信，在他眼里，我已然失了贞洁，哪怕是被迫的，但到底身体被一个低微的马夫看了摸了，这事情便是横亘在他心头的一根刺，这次拔不出来，且会随着时间流逝越陷越深。果然，谢世安深吸一口气，平退了屋里跪着的丫鬟婆子。很快，连张三也被拖走，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人。他目不转睛盯着我，声音沙哑：“云溪，为什么张三会盯上你？是不是你同他说了什么？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不要总是对其他男人笑？”我掏出嘴里的手绢，一言难尽看着他。所以，谢世安觉得是我引诱张三在先。谢世安痛苦地闭上眼：“你为什么就不能安分一点？我这般金尊玉贵养着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懂事一些？我以前看画本子，最讨厌没长嘴的人。里头那些小姐公子，明明是个小误会，却憋着不说，互相猜忌。可现在，我突然就理解为什么他们不说了，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这谢府当真是没意思极了，长安也没什么意思，我有些想家了。”谢世安又关了我禁闭，这次是整整1个月时间。只是这次我的日子比以往要好过不少，因为豆蔻和刘妈妈还有叶晚清都生了病。豆蔻舌头肿胀，不吃不喝，在床上躺了3天，出气多，进气少。大夫来了好几个，却谁都说不清他得了什么病。刘妈妈则是每天都拉肚子，在茅房一蹲就是几个时辰。她毕竟年纪大了，这么拉了2天，现在连床都快下不了。最严重的还是叶晚清，她脸上身上长出一个又一个脓包，乍一看和癞蛤蟆成了精似的。有着同样症状的还有她贴身丫鬟翡翠。府里都在传，他们这是传染了某种不知名的瘟疫，一时间到处都是人心惶惶，大家都说是被打死的张三变成冤魂前来索命。府中人人自危，都没人来找我茬了，除了谢世安，他每日都要来我院中坐一会，有爱在院子里的木兰树下发呆。云溪，我心里苦闷。晚清生了病，每天都在房里发脾气，还不肯见人。我连御医都请了，他的病情却半点不见好转。岳父大人对此颇有微词。谢世安端起杯子，将里头的酒水一饮而尽。我以前看画本子，顶不爱看2个女的为了一个男的争风吃醋，大房斗妾室，妾室斗丫鬟。
为一个男人的宠爱，女人们斗成乌眼鸡，斗到最后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而男人呢，加官进爵，另娶美娇娘，最多在逢年过节时，站在月下饮一杯美酒，吟上2句酸诗，以此来表达他对几位故人的缅怀之情。你说多奇怪啊！不管是在画本子，还是在现实中，到最后受伤的总是女人。我不喜欢这样，所以我给谢石安留了一只最好的蛊，名曰九幽。传闻中地狱有18重，第9重变为九幽。中了九幽蛊的人，会忘记一切令他欢愉之事，只记得痛苦。不但是精神上的痛苦，还有身体上的。所有他从孩童时期受过的伤，每时每刻都会在他身体里再次重复，而外表却看不出任何痕迹。只是可惜，谢石安实在是养尊处优惯了，从小到大，他竟然没受过什么伤。我只能再给他又加了一位是新蛊。云溪，你说那个张三到底碰你哪里了？你同他笑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同他笑，他为什么只找你，不找别人？我有些讶然，没想到谢石安对这事情竟然如此介意。九幽和是新2蛊叠加，还有一个作用，中蛊之人会疯狂地爱上我，越爱我，是新发作的越加厉害，最终他会死在最爱我那天。不过谢石安的爱真是一点拿不出手，偏执、自私且乏味，真是太没意思了。我决定离开长安，走之前得去见一见我的老朋友们。哦，豆蔻不用见，他已经活生生把自己饿死了。刘妈妈也不用见，她躺在床上气若游丝，连话都说不出。所以我背着包袱，偷偷来到叶晚清的房子。叶晚清素来奢华，窗户都是用上好的琉璃，阳光透过琉璃斑驳地照在青石板上，折射出令人目眩神迷的七彩光晕。只是现在，那些琉璃窗上都盖上了厚厚的棉布，整个屋子被遮得密不透风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号棺材。叶晚清抱着膝盖缩在床角，瘦得不成样子。大半夜有人闯入，他却连喊都没喊一声。我走上前去，推了推他的肩膀。叶晚清，我来看你了。叶晚清像被什么东西吓到一般，全身一震。是你这个贱人。我摇了摇头。叶晚清为什么和豆蔻、刘妈妈他们一个模样呢？我不喜欢杀人，但凡他们能对我表示一点点善意呢？你满意了，我的脸变成现在这样，你肯定高兴死了吧？就算我的脸毁了，你也别想得到石安。他是我的，是我一个人的，所有勾引他的女人都该死。叶晚清猛然蹿起，扑过来就要掐我的脖子。这个疯女人！我翻身将她压在身下，抬手就是2个清脆的巴掌。叶晚清被我打完，竟然翻了个白眼，就这么晕过去了。她自从中了这蛤蟆蛊，就不吃不喝不睡，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。我拍了拍她的脸，丝毫没有转醒的迹象。罢了，我还是趁着天黑，早点走吧。走之前，我给谢石安留了一封信。我告诉他，我在长安待得不开心，想回川西去。我曾在川西有过婚约，现在想想，在谢府的日子我过得并不开心，所以我打算去找我以前的未婚夫。算一算时间，再有1个月，就是谢石安科举殿试的日子。他最近一直被他父亲压着读书，想来应该没那么快找到我，所以我一路游山玩水，慢悠悠地回了川西。我在川西有一处小院，当初我就是在那收留的谢石安。没曾想，等我回到川西时，竟发现屋里升起了袅袅炊烟。谢石安竟比我还要更早到川西。看到我，谢石安疯了一样冲过来。江云溪，你竟敢丢下我！那个奸夫呢？你快说，奸夫在哪里？未婚夫什么的，自然是骗他的。我笑着伸出手，按在他心口处。疼不疼？谢石安点点头，随即又猛然摇头，一把将我拥进怀中。云溪，别离开我，只要你不离开我，什么苦我都能承受。我仰起头，仔细盯着他的脸。谢石安瘦了好多，颧骨凸起，2颊凹陷，眼底还隐隐发青。他红着眼眶，眼眸中密布着细小的红色血丝。是心骨已经快要破体而出了呢。看来
今天就是谢世安最后的日子了。谢世安，你跟我来。一路上，谢世安都紧紧攥着我的手，生怕我跑了。我带着他来到村子里的后山处，绕过2片林子后，来到一处坟地前。那儿整整齐齐立着3个墓碑。谢世安不明所以，他的是心骨发作的越发厉害，没走一会儿，额头上已经沁满了细密的汗珠。难为他了，从长安到川西，这一路定是相当不容易。谢世安，你不是问我有没有未婚夫吗？我伸出手指了指墓碑，我没有未婚位，倒是有过3位夫君。你是第4位。谢世安猛然瞪大双眼，你说什么？我掏出手绢，将墓碑上沾染的尘土擦拭干净。他们呀，都和你一样，总喜欢骗我。你说男人为什么总要骗人呢？谢世安没有说话，他瞪大眼睛，仰面倒在地上。没一会，一只通体鲜红的虫子从他嘴巴中缓慢爬出。我一把抓住是心骨，握在掌心，长舒出一口气。我的本命骨唤作美人骨，它以是心骨为食，吃得越多，便能让我越漂亮。这只是心骨，我等了整整2年呢。我没有再看谢世安一眼，站起身回到家中，拿好锄头，再次上了山。没多久，山林中再次立起一块无名墓碑。冬去春来，我们镇里白云山上的玉兰花又开了。每到这时，都会有许多外地的书生前来游玩。他们在寺前的壁画上题诗，在庙里和住持论佛，十分热闹。我穿着套清丽的月华衣裙，静静地等在一处林子后。哎呀，没多久，一道清亮的男声从远处传来。我提着竹篮走过去，只见一个衣着华贵的年轻书生正皱着眉头蹲坐在地上。他脚上踩中了一个捕兽夹，白色的袜子上渗出了点点血迹。我惊呼一声，跑上前，蹲下身，柔声问道：“公子，你没事吧？”书生怔怔地望着我，随即脸上浮出2抹红云。没事。我仰起脸，眨着眼睛，含羞带怯望向他。我家就在山下的村里，公子别担心，我带你去找大夫。我扶着书生朝山下走去，身后洁白的玉兰花落了一地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